如今塔利班已经占领阿富汗全境，阿政府也已经将权力过渡到阿塔手中，为何美国扶植的傀儡政权普遍特别拉胯呢？各位老铁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迷彩虎，我是虎哥。这一次阿富汗国内的局势可以说是相当引人注目。在美军决定撤离阿富汗之后，尽管大部分人都认为美国扶持的阿富汗政府军打不过塔利班武装组织，但是任谁也想不到阿政府军的溃败居然会如此之快，甚至连美国驻阿富汗使馆的工作人员都还没来得及跑干净，塔利班武装人员就已经占领了首都喀布尔。而阿富汗政府总统尼加更是脚底抹油，提前跑路去往国外。不过好在塔利班人员在拿下首都之后并没有什么过分的举动，这也让美国使馆人员的撤离显得不那么狼狈，尽管整件事本身就狼狈得很。这一次有不少军迷老铁们甚至都开始调侃美国，将这一次阿富汗的失败和上一次越南战争的撤军联系在一起。这也着实不奇怪，毕竟这一次美国驻阿富汗使馆人员的撤离过程和上一次美国使馆人员撤离西贡简直是一模一样，显得相当专业，都有现成的流程了，甚至连所用的支奴干直升机都是上一次撤离西贡使用过的。当然整个撤离过程中也少不了一些固定节目。1975年美国使馆人员撤离西贡时上演的是西贡铁拳，由美国使馆人员为了不让越南带路党上飞机，直接挥拳重击。而这一次使用的手段就先进多了，为了赶走当地带路党，上演的是喀布尔子弹，美军将拳头换成了 5.56 毫米子弹以及阿帕奇武装直升机的螺旋桨。其实看到这里也有不少人在反思，从20世纪之后美军仗打得不少，但是在治理当地的过程中，纵观美军扶持的这些傀儡政权，似乎除了日本、韩国就没有一个能成功的，这又是为什么呢？实际上根本原因就在于美国压根儿就不懂得怎样治理自己的占领区。别看现在美国整天自诩世界灯塔，是人类秩序的代表，还整天往外输送所谓的民主自由，但是要知道世界各国都有自己独特的社会环境，这样硬生生的往里套根本就不靠谱。甚至美军自己在挑选当地的扶持对象的时候都随意得很。就拿此前典型的南越傀儡政权，美军当年挑中吴廷艳，不是因为他有能力管理好越南南部，而是因为他是个虔诚的基督徒，甚至辞了职在法国混教会，这样美国人就觉得他是自己人。再加上当时参加对南越问题援助咨询的一个教授吹捧了几句，就捧他上台。然而在越南独尊天主教的吴廷艳压根就不得人心，根本就没这个能力管好越南南部，随即就被美国人给抛弃了。之后扶持上来的人也没好到哪儿去。再比如说伊拉克政府，美军强行在伊拉克推行美国自己那一套，搞普选，结果闹得现在的伊拉克政府反而是反美的。同时因为伊拉克战争后美军遣散了大量的政府军士兵，但却没有给这些士兵新的出路，这些人没有工作，还身无分文，结果从中诞生了大量的反美武装，可以说是一团乱，到现在都没缓过来。可以看到美国在扶持傀儡的时候压根儿就没有好好了解过当地的具体情况，这种情况下搞出来的扶持政权能治理好国家才怪了。而前面我们说到的韩国、日本都是原本就有秩序在，不需要美军插手太多，这才能成，和美国关系不大。具体到这一次的阿富汗情况也类似，阿富汗战争开始后，美军原本就随便找了几个反对塔利班的部落军阀扶持起来，也不去了解这些部落军阀到底怎么样。结果随后发现这些势力本身也残暴得很，实在是不像样。于是后续又重新找了一支更加温和一些的实力来扶持，也就是现在的阿富汗政府。当然了，这结果嘛，这两天大家也看到了，体面倒是体面一些了，但是实在是过于战五渣，并且治理能力也是相当拉胯，整天想的就是怎么捞钱，
在阿富汗国内的声望可以说是臭大街了。塔利班尽管黑历史着实不少，但是在群众基础方面可以说是能甩阿富汗政府8条街。美国扶植自己的傀儡势力这么随意，都从来不去了解当地情况就蛮干，自然是成不了事。虎哥不得不说，这方面还是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英国会玩，人家扶植傀儡就从不管你是什么制度什么人，哪怕是原始部落甚至奴隶社会，只要你有治理能力，能稳定的给大英搞钱就能上。